你可曾想过，地球虽然是人类的摇篮，但我们不可能永远待在摇篮里。眼下这颗蓝色行星正面临全球变暖、臭氧层破坏、生物多样性减少、海洋污染等等世界性难题。也许有那么一天，我们会被迫承认，地球再也无法维持人类生存。这听起来十分悲观，但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选项。于是人类开始憧憬离开地球。不过想在茫茫宇宙找到另一处能住人的家园，谈何容易。但困难归困难，我们却不能就此放弃。所以人类将火星定为首要的太空移民目标，希望在那颗红色星球上找到新的生存机会。毕竟假如地球环境恶化的太过严重，我们需要一个备胎星球来延续文明。火星移民计划看似科幻，却不断在各国推动着。越来越多的火星探测器被发射，让我们对那颗遥远的红色行星有了更直接的了解。那么，火星究竟具备何种条件？它可以成为我们第二个家吗？太阳系里有4颗类地行星，水星、金星，都由岩石构成，但人类为什么把移民目标定在火星，而不是离地球更近的金星呢？要知道，金星在大小和质量上与地球极为相似，甚至引力也相差不远。照理说，这应该是最容易搬家的行星，可现实却恰恰相反。原因在于金星表面环境过于恐怖，它的大气压高达地球的92倍。换句话说，你若真的踏上金星，就像背负了地球上1000米深海洋的压强，一瞬间可能被压爆。同时，金星的地表温度居然高达462摄氏度，没有一滴液态水。像锡、铅这类低熔点金属都能在那可怕的温度下融成液体，更别提人类想要在那儿生存。反观火星，相对来说温和得多，也因此成了我们最优先考虑的移民对象。火星与地球一样，位于太阳系的视距带上。所谓视距带，就是离太阳既不太远又不太近，让行星有机会保持合适温度，甚至存在液态水。当然，有科学家持不同意见，他们觉得生命也许能在别的更极端环境生存，但至少对我们而言，火星身处的区位算是比金星安全许多。另外，火星也有公转和自转，且自转周期与地球相当， 24.6小时左右。换句话说，它和地球一样会有昼夜更替，这意味着一天概念还能移植过去。只是火星公转周期更长，大约相当于地球的687天，也就是一整圈下来几乎要2年。不过，人类如果真的过去住，或许会搞一套火星历，毕竟一年要过600多天。总之，跟金星的地狱般温度比起来，火星显然是更可行的那一个。火星为什么被认定为第一目标？除了它跟地球同在太阳系视距带上，还因为它的昼夜周期非常接近地球。火星自转一圈要24小时39分，相较我们地球的一天只多30几分钟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你在火星上生活，也能看到熟悉的东升西落，只是每天会多那么一点时间。不过，火星公转一圈却要687天，也就是地球上将近2年的时长。这让火星的春夏秋冬显得更漫长，因为一年就变成地球的2年。科学家们还专门制定了火星历，把火星纪元0年定在地球的1953年5月24日，这样算下来，2022年12月26日，差不多是火星的第37年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新奇？毕竟我们在地球已经20世纪末21世纪了，火星这边还才30多岁。
此外，火星自转轴倾斜约 25.19 度，跟地球 23.5 度十分接近。这意味着它一样会经历季节交替，只不过火星轨道更椭圆，所以四季不对称，有的季节比别的要长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真的搬去火星，度假得小心算时间，不然一场冬天可能就是地球上的1倍多时长。火星也有卫星，不过跟地球的月亮不可同日而语。火星卫星叫火卫1、火卫2，个头很小。如果你在火星表面仰望天空，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明亮圆月，而是2个小家伙。总体来说，火星与地球既相似，又有许多差异，这也给了我们一点希望，又让我们意识到难度不小。毕竟它不是地球2号，而是一个具有自己节奏与年历的红色世界。火星除了自转，昼夜与地球类似，它的表面地貌也有许多神奇之处。不过跟生机勃勃的地球相比，火星更像一个干旱贫瘠的沙漠世界，几乎没有大型水域，也没有茂密森林。让我们先看看它的大小。火星比月球略大，但远远小于地球，直径仅是地球的1半左右，体积只有地球的1/6，质量更是不足地球的1/10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体重在地球上100斤，那么在火星上就只有38斤，走起路来会轻松很多。再看火星大气，它的大气相当稀薄，只有地球大气浓度的大约 1%， 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，约占 95%， 再加一些氮气、氩气，真正的氧气含量却微乎其微。这也意味着，如果我们跑到那儿无法直接呼吸，只能靠宇航服或人工系统提供氧气。观其外表，火星之所以被称为红色星球，是因为地表布满氧化铁，看上去呈橙红或褐红的色调。但别以为它就全是平坦沙漠，实际上，火星的山峰、峡谷都比地球同类地形大得多。比如奥林帕斯山，这是一座像盾牌似的巨型火山，底部直径达到600公里，足足比中国湖南省面积还要大。它的高度超过21000米，差不多是珠峰2倍，稳坐太阳系最高山峰的宝座。再比如水手峡谷，全长约4500公里，最深处能下探8公里，被称为太阳系最长裂谷，可从太空中一眼看见它那巨大裂痕。火星的南北半球也存在明显的地势分野，北边广阔低地，一片相对平缓，占据了差不多接近半个星球的面积，南边则是高地，布满大大小小的撞击坑，这让火星呈现一种北低南高、赤道隆起的独特格局。当我们用望远镜或轨道器观察火星时，往往先留意到那条显眼的水手谷和塔尔西斯高原。说到拍摄火星的壮丽图像， NASA 哈勃太空望远镜曾在2016年5月12日拍到一张火星的高清照片，当时火星与地球都位于太阳同侧，距离仅8000万公里左右，被称为火星冲日时期最适合观测。照片中间那片橙色称作阿拉伯高地，是火星上最古老的地形之一，遍布古老的陨石坑。下方黑色条状区域则是士坝湾与子午线湾，中间圆形结构就是斯基亚帕雷利陨石坑。在右侧还能看到大色提斯高原，覆盖了大片玄武岩地貌，因为没被沙尘掩盖，看上去相当暗。2020年7月，人类向火星发射了空前规模的探测器阵容，阿联酋、希望号、中国天问1号和美国毅力号分别在次年2月抵达火星。希望号主要分析火星大气，天问1号则先环绕，3个月后才着陆。
毅力号更是直接降落到火星表面。其中最抢眼的着陆表演来自毅力号，在2021年2月18日成功降落杰泽罗陨石坑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7分钟恐怖过程。当航天器以约19500公里每小时的恐怖速度切入火星大气层，短短几分钟内就得把速度降至每小时3公里左右，否则就会撞得粉碎。整个过程包括大气层减速、超音速降落伞展开、抛弃隔热罩、点火反推背包，以及空中吊车放下火星车。要知道，火星大气虽然稀薄，但仍足以让飞行器在进入时剧烈摩擦生热，温度最高可达1300度。过程里的一举一动都自动完成，因为火星与地球通信有10几分钟延迟，人类无法实时指挥。毅力号使用了直径21.5米的超音速降落伞，这是人类在其他行星上用过的最大伞具。当它在马赫数高达4-5倍的情况下展开，瞬间会产生逾10吨拉力，而且火星车还要忍受抖动与旋转。接着隔热罩分离，飞船速度降到约每小时320公里，但还是太快，必须使用火箭背包完成，最终减速。最后那道著名的空中吊车更是让火箭背包悬停在空中，通过缆绳把火星车放到底面。一旦火星车落地，背包就飞离到安全距离坠毁，整个动作堪称宇航工程的极限操作。这次毅力号成功后， NASA 还同步公开了火星着陆的影像与声响。火星车落地后拍摄了全景照片，让我们看见一片荒凉的红褐色沙砾世界。几块孤零零的岩石散落其间，天空也并非地球那样的湛蓝，而是泛着淡淡的橙色。这和火星大气中的尘埃及二氧化碳成分密切相关。毅力号还带了麦克风，首次录到火星风声。由于火星气压低、温度冷，加上二氧化碳占比高，声音传播速度变慢，音调也有区别，更显低沉。后来还捕捉到陨石撞击时的奇特声音，进一步说明火星虽然风沙弥漫，但并不是死寂一片，各种动态现象都在上演。总之，人类对火星的着陆探索正在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。尽管火星与地球存在巨大的差异，可随着探测器一批又一批飞过去，我们对这颗星球了解愈发深入。未来或许还会有更多国家和商业公司的火星车陆续抵达，乃至我们人类真的走下舷梯，亲眼见证这个红色世界的真实面貌。很多人关心，为什么要让探测器降落在杰泽罗陨石坑？因为科学家推测，35亿年前，这里曾经是一片湖泊或三角洲，水流漫过湖床，沉积了各种富含矿物质的淤泥。倘若火星上真的诞生过微生物痕迹，这种富水环境最可能保留它们的化石或化学印记。因此，毅力号任务的核心目标就是在此寻找过往生命的痕迹，并收集样本，期待有朝一日能把这些样本带回地球化验。除此之外，毅力号还搭载了实验性小型直升机机智号，想看看在火星这种大气稀薄的地方能否完成动力飞行。事实证明，机智号的首飞成功，这也让我们离火星全面探测更进一步。如果未来能在火星上广泛使用无人机，就有机会勘测地表更多区域，找到更多潜在价值区域。然而，落地火星只是第一步，真正要在那里生存，还得克服极端温差、资源匮乏、强烈尘暴等等难题。但至少我们已经跨出关键一步，这也是人类朝着火星移民迈出的里程碑。在某天，你或许会看到地球人穿着新型宇航服，
在火星荒野里采矿、建设基地，甚至在火星上种植农作物，开启宇宙时代的新篇章。说完毅力号的火星壮举，我们再来聊聊火星这个地方究竟有多恶劣。首先，稀薄的大气决定了火星风景并不如地球明亮，那里空气密度不到地球的1%，高原反应都嫌太弱。更离奇的是，在火星上听声音与在地球上截然不同，因为声速较慢，且高音频会被二氧化碳大气吸收，所以人耳能接收到的声音会显得又低沉又模糊。火星表面温度平均零下63摄氏度，不过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更低，又或者在夏季午后稍微上升一点，但总体是严寒多于温暖。因此，如果你穿着普通衣服走出去，不出几分钟，你就会被冻得不省人事。还别忘了，空气里几乎没有氧气，就算你不被冻坏，也会因缺氧而昏厥。另外，火星的尘暴是我们很关注的极端天气。有时，这些尘暴规模巨大，能笼罩几乎整个星球，天上尘土翻滚，让能见度急剧下降。如果我们将来在火星上建立基地，就得思考如何对抗这类尘暴，否则太阳能板可能被遮得一片昏暗，能源短缺导致所有系统停摆。再看没有宇航服就能活多久这个问题，答案非常可怜，大约2到5分钟。因为火星大气压极低，人类暴露在这种环境中，肺里的氧气很快被消耗殆尽，短短10几秒就会因为脑缺氧陷入昏迷。接下来，身体器官因内外气压差过大而开始膨胀，而且体内液体会因为沸点降低而开始沸腾，比如血液、唾液，这绝对是一种极度痛苦的过程。所以，如果不在5分钟内得到救助，人几乎肯定会死亡。历史上也有案例，像联盟11号在太空飞船故障后，舱内空气流失，3名宇航员没穿宇航服，结果不到1分钟就全部牺牲。可见在无防护之下，真空或者近似真空环境有多么致命。此外，如果你死在火星，且没有被埋进任何人工设施，那么你的身体会在极低温下逐渐冻结成火星冰人，再被漫天黄沙覆盖。有趣的是，有人设想，如果马斯克未来真的改造火星，让星球回温，地下冻结的水融化，说不定被封存在你身上的微生物会重新活过来，那你就有可能成为火星生命的先祖了。听起来虽荒诞，却不失想象力。再者，人类要从地球跑到火星，往返还不止一趟，这个距离可是平均2亿公里，最远可达4亿公里。光飞过去就得大半年左右，回程同样漫长。宇航员长时间待在狭小舱室，面对辐射、骨质流失、心理压力等，都将是巨大挑战。相比之下，登陆月球就简单得多。月球重力仅地球1/6，飞船返回也无需带太多燃料。而火星引力大约是地球 38%， 想要把人再运回地球，需要庞大的火箭助推器，还得解决燃料补给问题，这种费用与技术难度都极其惊人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航天专家指出，以现有科技要把人送去火星并安全带回，理论上可行，但在经济和工程上都几乎无法承担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只看到探测器去火星，却还没见到真正的载人往返。不过，不少人依然对未来充满乐观，像马斯克那样的企业家正尝试把火星往返的成本大幅拉低。或许再过几十年，我们真能把火星当成第2地球。
总之，火星是一个充满未知和危险的星球，也可能是人类下一个落脚点。在这个荒凉世界上，有冰封的水，有巨大的山川峡谷，也有足以改写我们未来的机遇与风险。我们若真想在那里安家，就得同时面对极端气候、稀薄空气、强烈辐射和超远距离带来的重重考验。但正因为地球也许并不永恒，火星的探索才显得如此迫切而充满希望。话说回来，改造火星绝非一朝一夕。有设想提出用核弹轰击火星2极，使其冰盖融化，释放大量二氧化碳和水蒸气，进而增厚大气层，升高温度，但这在技术和伦理上都充满争议。也有人认为，可在火星地表种植耐辐射藻类，慢慢释放氧气，数百年后让火星变成蓝绿相间。无论如何，改造一个星球是项宏大工程，需要远比我们登月更大的投入和时间。正因如此，有人说，或许火星永远只能当科研基地，让少数研究人员或冒险家驻留，并非适合普罗大众大规模移民。也许最终人类会更倾向于把地球问题先解决好，不到山穷水尽时，恐怕不会大规模迁往火星。不过无论如何，现在对火星的每一步探索都意味着我们在太空时代往前迈了一步。